日本年迈高官父亲为何亲手结束儿子的生命？丧心病狂的举动之下，究竟隐藏着怎样令人扼腕的故事？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案件——被儿子毁掉的一家。莫看江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啃老族这个词儿，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近些年呢，由于年轻人生活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啃老生活，享受不用努力就可以过得很好的日子。啃老的问题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普遍存在，其中在日本更是尤为严重。在上世纪的90年代，日本经济严重下滑，民众大规模的失业，一部分日本青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习惯于用啃老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时光荏苒，转眼间近30年过去了，当年啃老的小鲜肉已经在时光的冲刷下进化成了叔叔阿姨，但有一部分依旧生活在年迈父母的余荫之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件就是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的悲剧。2019年6月1日，东京练马区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称自己在家刺了自己的儿子。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了一名受害者胸部、腹部被刺了数十刀，躺在血泊之中，旁边呢是一把菜刀。警方呢以涉嫌杀人的罪名逮捕了这名老父亲，并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在警方了解到这位父亲的身份时，大为震惊。老父亲呢名叫熊泽英昭，这一年呢已经是76岁了。他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法学部，1976年进入了日本农林部工作，并一路升迁，官至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这个职位呢就相当于我国的农业部副部长。直至2008年，在日本驻捷克大使的位置上退休了。而死者熊泽英一郎44岁，无业，居住在父母的家中。这位前高官非常冷静地对警察解释，儿子在家中呢有过暴力行为，近期也有一定的暴力倾向，自己刺他的原因是不能给周围的人添麻烦。那么这样一位在日本极其显赫的高官，为何要将毒手伸向自己的中年儿子呢？熊泽英昭告诉警方，儿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家里蹲，人到中年却一直不工作，窝在家里上网打游戏，宅到甚至周围的邻居都不知道熊泽家还住着个儿子。因为涉及到了前日本高官，案件立刻成为了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熊泽英昭为什么这么做？44岁的儿子怎么就成了家里蹲？种种疑问逐渐展现在了大众的视野。熊泽英昭贵为日本高官，家庭一直十分的和睦，夫妻二人呢对孩子也是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儿子熊泽英一郎小时候也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小孩，直到他12岁上初中后在学校遭到了同学的欺负，但心性懦弱的英一郎在外面呢唯唯诺诺，回到家中却将不满的情绪发泄在了母亲的身上。从初2开始就对母亲暴力相向，母亲长期忍受着熊泽英一郎的暴力，一直到他上大学离开后才有所缓解。母亲告诉警方，自己曾经被打到肋骨裂开，脸上淤青，英一郎还曾拿着铅笔朝他的手上猛刺，还拿打火机和菜刀架在妈妈的脖子上。但此时的母亲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以为孩子年纪还小，正在叛逆期，长大了就好了。熊泽英一郎上大学之后开始独自居住，那段时间呢，父亲熊泽英昭每个月都会亲自去一趟儿子的公寓，送去生活费和药，帮忙收拾房间里的垃圾，然后和儿子一起去餐厅吃饭，试图通过交流让儿子的生活面貌有所改善。然而英一郎接下来还是连连受挫，中途还从大学退了学，跑去改读动画专科学校，之后找工作也不顺利。熊泽英昭呢这时只能伸出援手，把儿子介绍到了医院里去工作。不过很遗憾，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但英一郎对工作并不满意，还在博客上写上司的坏话，不想再让儿子给亲戚和其他同事添麻烦。熊泽英昭就想，儿子不行你别干了，自己再另谋出路吧。但暴脾气的儿子却对离职不能接受。有天熊泽英一郎就发出了威胁的预告，明天将会发生社会性事件，我将用刀对准我的上司。熊泽英昭得知后连忙赶到儿子所在的公寓，花了很长的时间，苦口婆心的才劝住对方。从儿子的包里拿出藏着的菜刀后，熊泽英昭庆幸还好没有发生悲剧。后来呢，熊泽英昭带着儿子去看了心理医生，虽然他被诊断有轻微的精神疾病，但是足以独自打理生活。于是熊泽英昭在东京给儿子安排另外一处房子，还定期给他生活费。从2008年开始，儿子就这样持续的
过着家里蹲的生活，沉迷在网络游戏中。英一郎曾在社交媒体上放话：可老族们往这里看，32万日元是我的2018年5月的信用卡的消费账单，比你们父母拼命赚钱的收入还多。在此期间，熊泽英昭一般每个月都会去看望儿子2次，和以前一样，每次都帮儿子打扫卫生，给儿子生活费，一起吃饭，试图沟通，告诫儿子一直窝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并鼓励英一郎多多和外界接触。然而儿子依然没有振作，就窝在家里玩游戏，什么都不管。熊泽英昭呢，只能不断在网络上提醒他，该倒垃圾了，该剪头发了，该拿药了。一直到2019年的5月25日，案发前7天，因为扔垃圾的问题，英一郎被邻居投诉了，邻里关系非常的不好。熊泽英一郎就结束了个人的独居，回到家里重新和母亲一起生活。回家呢第一天呢，熊泽英一郎和父亲相处的还是比较融洽的，但是没想到第2天的5月26日，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熊泽英昭正准备出门，听到儿子那边传来哭声：“爸爸是从东京大学毕业，可以自由做任何事，真好，自由的人生真好啊！我这44年的人生到底又算什么呢？既然生了我，就得养我到死为止。”就是这样一个儿子，无时无刻不在吸食着父母的鲜血，并最终酿下惨剧。2019年的5月27日，熊泽英昭觉得家里的垃圾有点多，就想让儿子帮忙打扫一下。没想到呢，儿子顿时暴怒，突然抓住父亲的头就往墙上撞，嘴里边喊着我要灭了你，同时对着父亲拳打脚踢，一直给打到玄关处。熊泽英昭呢，好不容易从家里逃了出来，打公共电话回家向妻子了解情况。妻子无奈转达儿子的话说：“回来下跪磕头，并请求饶命，就原谅你。”后来呢，76岁的熊泽英昭真的回家对儿子下跪磕头。然后到了5月28日，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一位51岁的可老族岩崎龙一在公交车站持刀具报复社会，无差别的伤害了正在等公交的孩子，造成了2死18伤的惨剧。这也让熊泽英昭产生了担忧，生怕越来越容易暴怒的儿子也会危害社会。6月1日，案发当天上午，附近的小学在举办运动会，吵闹声让熊泽英一郎感觉非常不爽，他扬言吵死了，我要结果了他们。下午3点，熊泽英昭发现儿子一脸凶相地站在客厅，看着儿子举起拳头，嘴里喊着极度扭曲的话，内心被恐惧笼罩的熊泽英昭无意识间就随手摸起了菜刀，直接往儿子的胸膛就刺了进去。担心儿子起来后会报复父母和社会，熊泽英昭不敢停下捅刺的动作，最终捅了儿子36刀。案件也在半年后的2019年的12月中旬开始审理。许多网友认为，熊泽英昭作为父亲已经仁至义尽，希望能从轻处理。被告辩护律师呢也主张，其实英一郎还有一个妹妹，但是因为这个哥哥的存在，妹妹几乎所有的交往对象、相亲对象全部失败。从小就生活在哥哥恐惧中的妹妹，最后绝望到寻了短见。母亲呢，则长期忍受熊泽英一郎的暴力，失去女儿后还患上了抑郁症，也有过轻生的经历。熊泽英昭作为父亲，面对家庭支离破碎，肩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考虑到被告人诚恳反省的态度、作案前后的背景和经过，希望能判处缓刑。而检察官认为，比起杀人这个选择，熊泽英昭还可以考虑向外界求助，综合自首等因素考虑，最终判处其8年的有期徒刑。法庭上，熊泽英昭诚恳反省自己的罪行，在最后的意见陈述阶段说道：“我死后他怎么活下去？如果他去杀人怎么办？希望儿子在那个世界可以过得安稳。”这是身为父亲一个供养了儿子大半辈子的老人真实的道德恐惧和情绪的崩溃。他的想法和做法其实代表了一类我再也养不起你了这样的老人心态。他们一直对孩子有割舍不下的情感，又对他们的行为感到绝望。只是有些人真的会硬撑到死，都在供养自己的孩子，有的则在弹尽粮绝时被孩子反咬一口。而像熊泽这样走极端的父亲，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对儿子负责到底而已。一个完美的啃老族是怎么养成的？不得不承认，这和父母的教育关系太大了。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许多父母习惯了溺爱包办，因为疼惜，也因为省事儿。8岁时不让孩子自己系鞋带，18岁时不让孩子自己处理麻烦，28岁时还照顾着孩子的一切，不忍心让孩子从小体验生活的艰辛，不懂得适当的时机推孩子一把，于是那些替孩子走过的路，日后都变成了坑。孩子无法面对现实的生活，更面对不了困难，一辈子只是向父母索取。对于已经成为父母的我们来说，有些路注定要孩子一个人走，
有些苦，也必须要孩子一个人吃。在娇惯、溺爱、百依百顺中长大的孩子，习惯了享受和依赖，非但不会对父母的付出心怀感激，反而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对于还是孩子的我们来说，生命的旅程注定充满了惊涛骇浪。如果自己不扬帆，没人会帮你起航。历经千帆，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捷径，所有的幸运不过是自己努力而赢得的礼物罢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